月27日，一条官宣悄悄挂上了热搜。没有红毯，没有发布会，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官方海报。白敬亭和张若楠再次站在了同一个画面里。消息出来不到1个小时，评论区已经炸了，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连夜翻出南哄最后一集重新看了一遍，而更多的人在等一个问题的答案：这2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今天我们把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，那些你以为是巧合的细节，那些被刻意回避的问题，还有导演在台上说出的那句让全场尖叫的话。说真的，看完这期你会有自己的判断。先说说南哄这部剧本身。2025年2月18日，这部改编自晋江顶流 IP 的都市爱情剧正式开播。它讲的是一个简单到几乎老套的故事，高中同学9年后重逢，一个人的暗恋终于等来了结局。白敬亭饰演桑延，一个在时间里把喜欢藏得滴水不漏的男人。张若楠饰演温以凡，一个习惯了独自扛住一切的女孩。开播前，外界其实并不看好这个组合。有人说张若楠的气质跟原著女主不符，有人说这类纯爱剧市场早就饱和，还有人觉得这不过是另一部批量生产的甜宠剧。然后南哄用数据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回答。播出之后，热度一路飙升，最终累计播放量突破17.5亿，豆瓣评分在同类型剧中名列前茅，被封为与 quote 2025年甜宠剧天花板与 quote。 连制片人都坦言没想到会火成这样。但真正让这部剧出圈的不只是剧情，是2个演员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导演曲友宁后来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是整件事最好的注脚。他说他们站在一起不需要刻意演，暧昧感就已经在那里了。这句话被无数 CP 粉截图转发反复引用，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。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有点意思，先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南哄杀青之后，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。按照常规逻辑，2个合作结束的演员，宣传期一过就各走各路，见面是工作，不见面是正常。但白敬亭和张若楠偏偏一直在与 quote， 被发现与 quote。 先是2025年3月，张若楠赴巴黎参加时装周，他在一堆精心修图的大片里加了一张 Q 版外星人玩偶的照片，看起来毫无意义。但就在同一时间，白敬亭更新了一张自拍，裤子上挂着同款外星人吊饰。网友，然后是那张花束照，2个人同一天发布，画面里都是大树鲜花，都是自然光，都是随手感。粉丝开始比对背景、木地板的纹理、角落里植物投下的影子、阳光落在地板上的角度，结论同一个地方拍的。再然后是白敬亭的那张湖边自拍，背景里湖面上飘着2只鸳鸯，他戴了鸭舌帽，戴了银色耳环。而张若楠同期发布的新照里，同样是帽子，同样是银色圆圈耳环，还有那瓶香水。张若楠和他的小狗苏打水的合照里，他特意在镜头中间放了一瓶 Byredo Blanche， 法语意思是白色的。每一个细节单独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巧合，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细节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。巧合1次是运气，巧合10次那叫刻意。就在粉丝们还在兑现每一张图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出现了，白敬亭的前绯闻对象宋轶。2人曾因合作《长风渡》传出过热恋，那段时间证据确凿，甚至有人拍到2人同行出国，连双方家人都在场。外界普遍认为只是官宣时间的问题，但南哄开机之后，那段感情悄无声息地冷却了。更微妙的是，南哄播出期间，宋轶的操作引发了大量关注。他修改了微博的 IP 显示地点，改到了广东，那正是白敬亭的家乡。他出现在机场时，穿搭风格和张若楠撞了，他戴的墨镜和白敬亭代言的品牌同款。评论区有人说这是在宣示主权，有人说这是巧合，有人说真的，这事的水太深了。真正让所有人骤然沸腾的是一个圈内人开口说话的那一刻。
评论区告诉我你支持哪边。南哄的副导演嘉豪在一次直播分享拍摄趣事时，不小心或者说刻意带了一句话。他说白敬亭和张若楠两个人现在很熟，就这一句话6个字炸出了上百万的互动。因为这句话不只是在说与 quote 他们关系好与 quote。 副导演说这话的时机，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，他接下来刻意岔开话题的方式，所有人都嗅到了一点不寻常的气息。更劲爆的是导演瞿友宁，2025年中他在台湾省举办南哄签书会，粉丝 Q 与 AMP A 环节正式开始之前，他主动提了一句，你们也不要问我白敬亭和张若楠到底有没有在一起。全场尖叫。然后他说，这一题我不会回答，这一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这一题我要答了就完蛋了，就当做我们心中各有一把尺，各自有想象。你看，他没有说与 quote， 没有与 quote。 如果两个人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他大可以直球否认，这道题1秒钟就可以结束，但他没有，他选择了暧昧，选择了笑着转移话题，选择了把答案留在空气里飘着。而且南哄宣传期早就结束了，他完全不需要再炒任何热度。粉丝给这种操作起了一个名字，此地无银300两。就在那段时间，更多的细节浮出水面。有人注意到白敬亭在飞机起降前后都会固定发帖，认为是在跟某人隔空报平安。后来张若楠也开始在搭飞机前发自拍，带着他的小狗苏打水，顺便放了那瓶 Byredo Blanche。2025年4月，品牌方的一个动作让事情更难解释了。白敬亭代言的一个饮品品牌悄悄官宣了新的品牌大使张若楠，两个人意外地成了同一个品牌的情侣代言人，不是同台拍摄，是各自代言同一个品牌。有没有可能这只是营销？有，但同时发生这么多事，你们真的觉得是巧合吗？2026年1月，吉林的雪特别大，白敬亭在当地拍戏，偶尔会发1-2张雪景照，什么也不说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就在同一时间，张若楠的社交媒体上也开始出现吉林的雪景，他的背景，他拍的天空，他脚踩的地面全是雪。两个人从来没有在同一张照片里出现过，但那场雪落在了同一个地方。网友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，隔空同城。没有明说，没有实锤，但两个人同时站在同一片雪地里，连风向都是一样的。如果说之前的一切都还可以解释为经纪公司的操作，那这一次他们甚至已经不在宣传期了。就在那段时间，狗仔发出消息，白敬亭与宋轶基本分手。故事走到这里，那些散落的拼图开始慢慢往一个方向聚拢。然后2026年2月27日，官宣来了，不是恋情官宣，是2大。白敬亭和张若楠确认合作都市奇幻爱情剧《快把我老板带走》第2季度开机，全网炸了。有人说这就是变相官宣，有人说资本操作不要磕，有人说不管真假我都追完了再说。而我想说3件事。第一，当初南哄选角时，没有人看好这个组合，张若楠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气质跟原著女主不符，但剧组选择了她，因为他们看到了她身上的破碎感，看到了她和白敬亭站在一起时那种不需要刻意表演的东西。结果呢？17.5亿。第二，中国娱乐圈里假戏真做从来不是新鲜事，但真正让观众愿意相信的 CP 从来不是被安排出来的，那是2个真实的人在真实的情绪里无意间暴露出来的东西。那张幕地板背景，那瓶名字叫与 quote 白色与 quote 的香水，那场同一天的吉林雪，没有任何公关公司能把这些细节安排得这么精准，这么自然。第三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，管他们到底在不在一起，南哄里的桑延和温以凡已经成为了2025年很多人心里一个真实的情感坐标。那份故事让人相信，9年可以等，遗憾可以圆，感情可以真。而现在那2个人又要站回同一个画面里了，不管背后是什么，我愿意再磕一次。如果你也一样，记得订阅